亲家母，婉宁坐完月子了，你也该回去了，我要回来住。对了，你在我家住了30天，每天住宿费算你300，水电1天200，你现在总共欠我们15000，现金还是转账？我坐月子，你立马跑出去旅游，是我妈特意从老家赶来，没日没夜的照顾我，给我带孩子，就连买菜钱和奶粉钱都是她出的，你竟然还找她要住宿费！一码归一码，你妈照顾你是天经地义，但她在我这儿住了就得出钱。婉宁，妈说的也没错，亲兄弟还明算账，更何况你妈还是个外人，这笔钱她确实该出。看我这大孙子，发到姐妹群里，馋死那帮老姐妹。婉宁，我跟几个老姐妹约好了，今天出去旅游，孩子就辛苦你们自己照顾了。等我回来，给你们带礼物。妈，你不是在老家吗？妈听说没人照顾你，坐了18个小时硬座赶过来的。闺女，别怕，妈会照顾好你和孩子的。妈，你都熬好几天了，回去歇会儿吧。不累，妈不放心你一个人，我陪着你。我妈说到做到，住院的那几天，她不仅要给孩子喂奶换尿布，还要照顾剖腹产的我。我妈勤俭了一辈子，自己一个人在家的时候，连肉都舍不得买，但却舍得给我买最好的土鸡炖汤喝。到了早上，她都先把孩子哄睡了，再去买菜做饭。妈，这些是这个月的伙食费，你拿着。拿回去，拿回去，给孩子买点好的。妈有钱，照顾自家闺女还要什么钱？明远，你看妈这一个月瘦了10斤，天天忙前忙后，咱们找个月嫂吧，让妈能歇一歇。月嫂多贵啊，一个月得1、2万块，纯属浪费钱。再说了，妈是自家人，照顾你和孩子都是应该的，用着放心还省心。可他口口声声说我妈是自家人，但转眼又帮着他妈要15000的住宿费。亲家母，赶紧把钱给了就回去吧。等会儿我们还得请保洁来家里做个深度清洁，把整个屋子到处消一下毒呢。消毒？妈，我们一家人都讲究爱干净，你毕竟是从乡下来的，村里细菌这么多，万一留在家里就不好了。这1个月是我妈要出去旅游，没办法，等你这次回村以后，没什么事儿就尽量别过来了。所以，这就是你这个月一直没回家的原因。我妈在家这1个月，你一次都没回来。我问你就说公司忙，说怕下班晚吵到我和孩子。我妈担心你忙坏了身子，总想炖鸡汤给你送去，你当时连连拒绝，说你不爱喝。原来你不是不爱喝鸡汤，是嫌弃我妈。婉宁，没事儿，妈这就给钱走人，你千万别为妈伤了和气。我妈满手老茧，日夜操劳。你看我新做的美甲，好看吧？专门旅游前做的。她却做着美甲游山玩水。你妈毕竟是个外人，这笔钱她确实该出。这个家究竟谁才是外人？这个钱我替我妈给。不行，你是我们周家的媳妇儿，你的钱就是我们周家的钱，这是你妈欠我们的，要给也是你妈给。婉宁，妈有钱，妈给，妈这就给，你别生气，也别跟她。妈，不用你给，我跟周明远的钱一向是分开管理，各算各的。今天，要么我替我妈给这15000，要么你们1分钱都别想要。行吧，行吧，看在你给我们周家生了个儿子的份上，我们吃点亏算了，快转。这15000不是给你们的住宿费，而是一个教训，一个让你们永生难忘的教训。喂，是家政公司吗？赶紧派2个保洁过来，我要做个全屋深度清洁，尤其是消毒。对，越快越好。婉宁啊，你看妈这就收好了。妈，别哭，这辈子你已经为我掉太多眼泪了。小时候的我得了重病，她哭着带我求遍各大名。救救我女儿，求求你救救她，我就这么一个孩子，求你了。行，我们尽力而为。婉宁，对不起，都怪妈妈没用，害得你在这个家都抬不起头来。妈，你在我心里就是天底下最好的妈妈，
你信我，这件事儿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晚年你可千万别跟他们闹，妈怕你吃亏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到处都给我好好的消毒一遍，尤其是次卧，多喷几遍消毒水，床单被套全部扔掉。对，还有厨房，把那些锅碗瓢盆也全都扔掉。车开始检票，请携带好您的行李物品。这个糟心的家，不配让我妈多待1分1秒。不错，这才像个人住的地方。这一晚，我抱着孩子，听着枕边周明远的呼噜声，一夜未眠。婉宁，我在外面玩了1个月，脸都粗糙了。等会儿明远开车送我去做个美容，你一个人在家带孩子，记得把饭做好，等我们回来吃。对了，我行李箱里全是这1个月的脏衣服，到时候你给我清理出来，全部手洗干净。既然已经出了月子，就别偷懒了。老婆，我妈说的对，你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休息了1个月，确实该活动活动了。好。老婆，我就知道你最懂事了。赶紧去吧，妈在等你呢。是我，帮我做件事。美好的晚年生活现在开始。是啊，你美好的晚年生活确实才刚刚开始。婉宁，你去哪儿了？家里出大事了！到底是哪个杀千刀干的？橱柜、油烟机全没了。婉宁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干活的，家里出大事了，你赶紧回来！墙皮全被铲了，地板敲得坑坑巴拉，橱柜、油烟机全没了，卫生间马桶都被人卸走了，家里进贼了！还有这种事？报警了吗？报了，警察说人家拿着正规的装修合同，这是民事纠纷，管不了。婉宁，这可是我们的婚房啊，现在成了一片废墟，你就一点都不心疼吗？妹子，这些东西拆下来就不值钱了，能留就留吧。不值钱没关系，拆。我就是要让他们清楚的知道，那些他们心安理得享受的一切，从来都不是理所当然的。我能给得起，就能亲手收回来。婉宁，你说话呀！你再不回来，明远都要疯了，这个家都要散了。我回村了，在我妈这里住。什么？回村了？你带着我的孙子回乡下那种地方？苏婉宁，你疯了！那里细菌多脏啊！你赶紧把孩子带回来。有什么事儿，你们自己解决吧。妈，怎么了？饭快做好了，我都闻见香味儿了。婉宁，是不是婆家那边出事了？你跟妈说实话，那房子是不是你找人拆的？没想到还是被妈听到了。傻孩子，你怎么这么冲动啊？他们要是找你麻烦怎么办？你一个人带着孩子，妈怕你吃亏啊。妈，你放心，我有分寸。我拆的从来都不是他们的东西，是我自己花钱买的，是我自己一分一分攒出来的。我拿回来，天经地义。可他们那家人什么事儿做不出来呀？那天找我要15000的时候，那副嘴脸，妈现在都记得。妈怕他们报复你，怕你受委屈。妈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让你受了委屈，还让你为我掉眼泪。以后不会了，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再欺负我们娘俩。
急什么？这才刚刚开始呢。周明远，婆婆，你们给我和妈受的委屈，我要一点一点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吃过饭，我帮我妈收拾了碗筷，然后抱着孩子在院子里散步。初春的傍晚，天边烧着一片橘红色的晚霞，远处的山峦层层叠叠，像一幅水面画。这一刻，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这才是生活，这才是一个家该有的氛围啊！急什么？这才刚刚开始呢。晚上，孩子睡着后，我坐在床上，终于拿起了手机。37个未接来电，58条微信消息，全是婆婆和周明远发的，但我没有回，也没有看，而是直接关机，好好睡了一觉。或许是在家里的原因，这一觉我睡得无比踏实。第二天，我是被敲门声吵醒的。开门！你们怎么来了？苏婉宁，你少在这里装傻！家里那些事儿是不是你干的？妈，周明远，你们这一大早跑过来，到底在说什么呢？家里出什么事儿了？还没听明白，你们能不能说清楚点？苏婉宁，苏婉宁，别装了。我们昨天回去看到房子被拆成那样，就报警了。警察调取了整个小区的监控，也找了物业和对门的邻居问过话，警察查得清清楚楚。对，监控里明明白白拍到了，是你联系了当初给房子做装修的施工队，趁着我和明远出门的时候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让他们把家里能拆的东西都拆了。苏婉宁，事到如今你还想抵赖吗？监控、物业、装修队，所有人证物证都指向你。难怪能忍住，过第二天才来找我，原来是报警查情况去了。对，是我。为什么？你知不知道因为这事儿，我妈的心脏病都快犯了？哎呦喂！我怎么这么命苦啊！要不是警察联系到了拆咱们家的装修团队，从他们口中问出了你的名字，我们还以为家里进贼了。那可是我们的婚房，我们的家，我们的家。哼，苏婉宁，你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样子？你现在是在干什么？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，非得拆家？哎呦喂！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这是要把我给气死啊！为什么？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？苏婉宁，我跟我儿子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么报复我们？明远，你看你娶的是什么的媳妇啊？这是要把我活活给气死呀！苏婉宁，你到底为什么要这么干？你还这么错？苏婉宁，我跟我妈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？你要这么报复我们？周明远，我觉得有些可笑。我报复
周明远，你刚刚说那是我们的家，可我刚生完孩子没人管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那是我们的家？我妈来照顾我坐月子，累死累活忙了1个月，却被索要住宿费的时候，你怎么不想想那是我们的家？婆婆出去旅游做美容，命令我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乱夫洗衣做饭带孩子的时候，周明远，你怎么不想想那是我们的家？就因为这点小事，你就拆了这个家？苏婉宁，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小心眼？这点小事，在他眼里，我妈1个月的辛劳，我受的所有委屈，竟然只是微不足道的小事。我小心眼，周明远，别忘了是谁为了一个所谓的住宿费找我妈要15000块，别忘了是谁连水电费都要跟我妈算钱。你自己摸着良心问问，到底是谁小心眼？你这个小贱人，你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给我等着，我跟你没完！你个没良心的，敢这样跟我讲话！你给我等着，苏婉宁，我跟你没完！明远，你看看你娶的好媳妇，就因为15000块钱，苏婉宁记仇记到了这个份上，咱们前脚刚走，他后脚立马就找人把咱们家都给拆了。狠呐，真是心狠手辣！咱们周家简直是娶了个会咬人的白眼狼啊！我怎么就瞎了眼，让你进了我们周家的门？苏婉宁，你看你都给我妈气成什么样了，赶紧给我妈道歉！道歉？我看你们倒真是瞎了眼，到现在你们还敢嚣张？哼，看来这次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。苏婉宁，你妈在我们家住，我们找她索要点住宿费怎么了？就是，就算是一家人，还亲兄弟明算账呢。对啊，当初说好了是我们自己住，他大老远跑来蹭吃蹭住1个月，收点钱不是天经地义吗？我们只是找他要了15000块钱而已，有什么问题？好一个亲兄弟明算账！既然你们把不要脸当成理所当然，那我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算账。既然你们喜欢把账算得清清楚楚，那好啊。那我今天就跟你们好好算算。结婚的时候，我看在你们家境不好的份上，没要1分钱财，连3斤都没有。就连装修都是我找人一点一点监工弄好的，发票、合同、转账记录，我这里全有。所以，那30万的陪嫁和23万8的装修款，是属于我的个人婚前财产。我拆走属于我的东西，有问题吗？我毕业后就一直努力工作，勤俭攒钱。结婚时，身上已经有了50万左右的积蓄。这个位置，我想做一个嵌入式的衣柜，你看一下尺寸对不对？当时周明远只掏空他自己的全部积蓄，付首付买了套房子，说作为我们的婚房，但后续装修的钱，他1分都拿不出来。我想着，反正我们都要结婚了，以后就是一家人，所以就没计较太多，自掏腰包把我身上的钱全部拿出来，作为这个小家庭的支出了。婉宁啊，这房子装得真气派，辛苦你了，你可是咱周家的大功臣。老婆，以后这个家全听你的，你说了算。可结果呢？我妈只是来照顾我坐月子，在家住了1个月，就被他们索要1天500的住宿费和水电费，哪有这样的理？
你这是强词夺理！那房子是我们住的，你把地板撬了，把厨具拆了，你拆了我们还怎么住？那是你们的事。就像我坐月子的时候，你们当时不也从来没管过我吗？婉宁，你嫁到我们家来了，就是我们周家的人，你的钱就是我们的钱。就因为那1万我5000块钱，你至于把事情做到这一步吗？婉宁，妈也是为了我们好，想帮我们攒钱。你这样记仇，真的太让我们失望了。你错了。那不是多少钱的事，而是你们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在你们心里，钱比情分重。我只是在用你们对待我的方式，去同样的对待你们而已。怎么你们就受不了？苏婉宁，就算我妈有不对，你也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对待我们啊！那可是我们的家。你知不知道现在家里是什么样子？地板撬了，橱柜拆了，连厕所的马桶和洗脸池都被卸走了。好好的家搞得跟废墟一样，你让我们以后住哪儿？一个对我的苦难视而不见的地方，算什么家？一个连我妈住1天都要算钱的地方，算哪门子的家？周明远，从你默许你妈找我妈要钱开始，那个地方对我来说就不是家。至于你们住哪儿，拿着我的1万5，酒店不能住吗？民宿不能租吗？当初你们不是觉得这笔钱拿得理直气壮，正好用来做美容享受吗？怎么，钱就花完了？大家快来看看啊，没天理了！儿媳妇要逼死婆婆了！我们老周家造了什么孽，娶了这么个丧门星回来呀？我的房子啊！沈婉宁，你这个没良心的，你这是要让我们老两口去睡大街啊！我的房子啊！我嫁给周明远的时候，以为他是真心对我好，可没想到他妈一边嫌我彩礼要多了，一边拿着我辛苦攒下的1万5去做美容买旗袍。他们拿得理直气壮，连句谢谢都没有。现在房子没了，倒知道赖在我妈家门口，哭着喊着说我没良心。夫妻，周明远，满是算计的婚姻，我不稀罕。离婚吧。离婚？就你？苏婉宁，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，离了婚还带个拖油瓶，哪个男人敢要你？你真当自己是18岁大姑娘呢？婉宁，别闹了，你一个女人，没了我你怎么活？把协议收起来，我就当今天这事儿没发生过。就是，周家没嫌弃你就不错了，还提离婚，出了这个门，你哭着跪着求我们都不会再要你。说完了，协议我签好了。周明远，你签不签不重要。婉宁，我们在一起这么多年，连孩子都有了，你确定要跟我离婚？我绝对不能忍受我的孩子生活在这样一个满是算计家庭。孩子归我。装修款我总共花了23万8，既然现在被我拆掉了，那我就不跟你们要这个钱了。但我的30万陪嫁还保管在你那儿，你得还给我。那30万早就作为家庭开支花光了，那是我们结婚3年的开销啊！柴米油盐水电物业哪儿还有钱给你？周明远，你真当我傻吗？婚后的家庭支出都是我在出钱，不管是平时买菜买肉，还是添置家用，甚至连你名下那套房子每个月5000的贷款，都是我在还。这男人吃软饭还算计这么深啊！周明远，家庭开支我有记录，
房贷转账我有凭证。那30万你花在哪儿了？我妈这些年逛街旅游不到处都要花钱吗？就是，当儿媳妇的孝敬婆婆那是天经地义。那点钱花了就花了，你还想往回要？这样啊，那就跟我没关系了。要么3天内还钱，要么我们法庭上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没什么意思，法庭上见。苏婉宁，你想钱想疯了吧？啊！就这到我们头上来了，你个没良心的！我们哪来的30万？没钱就卖房。这房子是我们周家的。你做梦！那你们就还钱。反正我只想要回属于我的一切。苏婉宁，你有必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？我绝？前几天你们找我妈要15000块住宿费时，怎么不觉得绝？你们把我妈赶出家门，对她万般嫌弃的时候，怎么不觉得绝？婚后这些年，我出钱出力为这个家付出时，你们觉得理所当然；现在我要求公平对待时，就成了绝情。双标的这么明显，你们自己不觉得可笑吗？苏婉宁，而且我现在这样做都是你们逼的。那些装修，从地板到吊顶，从水电到软装，每一分钱都是我出的。你们那个家不是很计较得失吗？那我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而已，有错吗？苏婉宁，我周家待你不薄，你如今倒好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你把事情做到这个份上，闹得人尽皆知，对你到底有什么好处？你就这么狠心，非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吗？你们都听听，都看看，我这儿媳嫁到我们家这么多年，如今说翻脸就翻脸，还敢跟我们要钱，传出去他名声还要不要了？一个离过婚的二婚头，以后在这十里八乡，谁还敢要他？谁还敢跟他打交道？名声，我苏婉宁活到今天，早就不稀罕什么虚无缥缈的名声了。我要的是什么名声？是在你们家忍气吞声、任打任骂、被你们随意欺压的傻子名声吗？是明明掏心掏肺付出，最后却被你们当成累赘、当成利益筹码的名声吗？谁爱要谁要，我不稀罕。妈，事到如今，我真得好好谢谢你。是你用这几年的所作所为，给我上了最刻骨铭心的一课。什么夫妻情分，什么婆媳情分，什么一家人的情分，全都一文不值，轻得像一张纸。我最后再说一遍，希望3天之内，你们能把该给我的钱一分不少的凑齐，也是你们欠我的，别想抵赖，咱们老死不相往来。苏婉宁，你个烂心肠的，你给我开门！躲在里面算什么本事？有本事你出来把话说清楚！我们周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？你要这么害我们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跟你没完！婉宁啊，妈知道你这些年受委屈了，可你真的决定好了吗？离婚不是小事儿啊！你离了婚以后，一个女人家带着孩子在这乡下过日子太难了啊！没有男人依靠，别人会说闲话，孩子长大了也会被人指指点点。妈是真的放心不下你啊！妈，我真的决定好了，没有半点犹豫，也没有半点后悔。为了孩子，也为了我自己，我必须走出这一步。以前我总想着忍一忍，将就一下就过去了，可我忍来忍去，换来的只有变本加厉的欺负和算计。现在我想通了，妈，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坚定过。以后我会靠我自己的双手，把孩子好好养大，好好过日子，再也不会任人欺负了。苏婉宁，我们联系了装修公司，人家说要把房子恢复到能住人的状态，至少需要10万块，这个钱你得给我们出。你个……我不活了呀！明远，你快跟那个白眼狼说，
没这10万块钱，咱们今天晚上得睡在大马路上。老板，这可不是简单的刷墙，马桶、洗手盆，所有的水电线路都要重新接。10万块是看在老客户份上的良心价。10万块，这个钱你得给我们出。我有些震惊他们的厚颜无耻。你们住的房子要装修，关我什么事？别忘了，你们现在还欠我的钱呢。3天之内我没看到钱的话，你们就等着吃官司吧。你就别想再见到苏婉宁一面！说什么？苏婉宁，你会后悔的，总有一天你会哭着求我们。看着那满含威胁的消息，我内心毫无波澜。我知道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第二天早上，我手机一开机就看到了几十个未接来电，微信消息99加，还有无数条短信。婉宁，你快看我发你的视频链接，你被周明远和他妈骂上热搜了。我懵懵懂地打开微信，第一条跳出来的是闺蜜发来的消息，我心里一沉，点开闺蜜发来的链接。各位网友们，我实在忍不住了，必须跟大家说说我们家的事。我儿子结婚3年了，为了这个家，我们掏空了家底，又是买房又是养家。可结果呢？我儿媳妇就因为一点小事，趁我们出门的时候，找人把家里全拆了。墙皮铲了，地板撬了，连马桶都没放过。我们现在连个住的地方没有啊！我们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，结果他还理直气壮地说，那是他的婚前财产，他想拆就拆。可那是我们一家人住的地方啊！他现在带着孩子回娘家了，不管我们死活。我们母子现在无家可归，只能在这个乱七八糟的毛坯房里吹冷风。我一个老人家，哪里经得起这种折腾啊！各位，我是婉宁的丈夫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心情很复杂。婉宁，我知道你生完孩子情绪可能不稳定，但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？这可是我们的家呀！你有什么不满，冲我来，别伤害我妈好不好？两人配合真是默契，将一个被恶毒儿媳迫害的家庭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我的天，还有这种儿媳妇，这也太过分了吧！就因为一点小事，她就把老人的家拆了，这种女人太可怕了，谁家娶了真是倒大霉。这俩人看上去多老实啊，怎么摊上这么个儿媳妇？应该报警，人肉她，把她信息扒出来。很快就激起了网友们的同情和愤慨，评论区彻底炸开了锅。怎么不去死？你全家都不得好死！喂，你是苏婉宁那个贱人吗？你
这种害婆婆的畜生！这就是我爱了几年的男人。他和他妈毁了我的家，现在还要用网络暴力毁掉我的人生。婉宁，如果你能看到这条视频，妈求你了，回来吧，把房子给我们装修好，我们一家人还能好好过日子。妈不怪你，妈知道你可能是一时冲动，只要你肯认错，妈还拿你当亲闺女。婆婆还在继续表演。婉宁，看到视频了吗？现在的舆论是什么样，你心里清楚。如果你现在答应把房子装修好，再给我们好好道个歉，我们就发声明，说这是误会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道歉还要我给你们装修？周明远，你这算盘打得全天下都能听见响。既然你们要玩，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。妈，这2天你把手机收起来，千万不要上网，不要看任何直播和视频，听见没？婉宁，是不是出啥大事了？那些人……没事儿，我能处理。你帮我带好孩子，别让外人进来。我没有立即回复周明远的威胁，而是先叮嘱我妈，让她暂时不要上网，不要看任何直播和视频。做完这些，我开始整理证据。既然他们要用网络暴力压我，那我就用事实反击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婉宁。婉宁，你还有脸出来？你妈当初就给你圈。我看着屏幕上飞速滚动的污言秽语，内心一片冰冷平静。骂声持续了将近5分钟，人数已经突破了几10万。大家好，我是苏婉宁，就是今天热搜视频里所谓的恶毒儿媳妇。我知道现在很多人都在骂我，说我不孝，说我毁了婆家的房子。今天我不想辩解，也不想哭诉，我只想给大家看一些东西。这是我生完孩子第2天，我婆婆发的朋友圈，大家可以看清楚时间。那时候我刚做完剖腹产手术。这是我妈妈在厨房忙碌的照片，时间是凌晨4点。这是我妈，她听说我没人照顾，坐了18个小时的火车赶来。这1个月，她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给我熬汤，晚上孩子哭了她抱着哄，我上厕所她举着输液瓶。1个月，她累瘦了10斤。天哪，这妈妈也太好了吧！这黑眼圈看着真让人心疼。所以婆婆出去旅游，让亲妈来照顾月子，这算盘打得我在外地都听见了。18个小时火车硬座，老人家肯挺多遭罪啊！这1个月，她每天凌晨4点就起来给我熬汤，晚上孩子哭了她抱着哄，我上厕所她举着输液瓶。1个月，她累瘦了10斤。我出月子那天，我婆婆回来了。她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我妈索要15000块的住宿费，每天住宿300，水电200。这是我当时的转账记录。这15000是我替我妈妈。什么玩意儿？亲妈住女儿家带外孙，还要给婆家交钱，而且还是帮忙照顾月子啊！这都要交住宿费，这婆婆疯了吧？1个月15000，抢钱呢？这婆婆得有多恶心？这还是人吗？如果这转账是真的，这婆婆才是恶毒的那个。这1个月，我的妈妈没有收过我1分钱。就连家里的伙食、买菜钱都是他自己掏的。
我的妈妈累死累活1个月，最后被赶出门，还被要求交1万5的住宿费。这1万5不是住宿费，而是一个教训。我天，我刚才骂的好大声，现在想自抽耳光啊！这是什么垃圾婆家？婉宁更心疼婉宁吗？拆家是因为这个。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不仅要拆家，我还要把房子给烧了。周家母哪来的脸啊？这种软饭硬骨的男人太恶心了。不仅如此，这套房子每月5000的房贷，从2年前开始一直有我的工资卡在偿还，24个月12万。周明远只负责出首付，其他的全是在吃我的血肉。我为什么要拆这个家？因为我拆的是我自己花钱装修的部分，我拿回的是我自己的财产。真相已经全部在这里，我不是恶毒儿媳妇，我只是一个拿回自己血汗钱的普通人。他们说，他们掏空了家底来结婚养家，可事实是，结婚时我苏婉宁没要1分钱彩礼，连3金都没要。婚礼酒席是我出的钱，我还带了30万陪嫁。那30万被他们花光了，花在了哪里？花在了哪里？花在了我婆婆的旅游和美容上。而这3年，家里的日常开销、房贷也都是我一个人在承担。这就是他们口中所谓的掏空家底。看来事情果然我们表面上看上去那么简单啊，果然反转来了，这男的真恶心。所以这房子装修全是女方出的钱，他拆自己的东西有什么问题？那叫拿回属于自己的资产。心疼姐姐，快离婚吧，这种家庭多待1秒都是折磨。我刚出月子第1天，我婆婆就拿着我给的15000块钱去做美容，然后命令我在家洗衣做饭带孩子。等他们回来后，发现家被拆了，就开始在网上发视频网暴我。说到这儿，如果你现在答应把房子装修好，再给我们好好道个歉，否则这就是他们给我的选择，要么屈服，要么被毁掉。恶心！危险！恶心！危险！我要你有表情！苏婉宁，你快关掉直播！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？你这样会把事情闹大的。周明远，你怕了？你做那些恶心事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闹大？现在知道怕了，晚了。我今天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周明远是个什么样的人。闹大又怎么样？死字。你这样会毁了我们一家人的名声。名声？你们早上拍视频骂我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的名声？你们在直播间说我恶毒，说我不孝，说我拆你们家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我的名声？现在真相大白了，你们开始担心自己的名声了。苏婉宁，我命令你现在马上关掉直播，否则我让你好看！这一家人气急败坏了，隔着屏幕都能闻到那股厚颜无耻的味道，太恶心了！自己这么丧心病狂，还有脸网暴别人，简直是人间毒瘤。也就是主播脾气好，要换作是我被这么对待，我非得闹出人命不可。我之前没搞清楚真相就骂了你，对不起，赶紧离婚，这种家庭不能待，大家一起发力，让那一家子也尝尝被网暴的滋味。我选择公布这一切，不是为了网暴他们，而是为了说出真相，拿回我的清白。我已经向周明远提出了离婚，也会争夺孩子的抚养权。我会通过法律途径夺回我应得的一切。婉宁，结束啦。直播结束后，舆论彻底反转，我的直播录屏被疯狂转发。这就是那2个骗子，刚才还卖惨哭诉，现在怎么不敢说话了？立刻退钱，归还30万陪嫁与12万房贷，3观炸裂，软饭愿硬吃，还要恶意算计，简直刷新底线。明远，快删掉，快把这些评论都删掉！
苏婉宁，你疯了吗？你把那些事全抖出来，我们以后还怎么做人？你赶紧发个声明，说你说的都是假的，不然我们真的没法活了。我苏婉诗这辈子做过最清醒的事，就是毁了那个满是算计的家。那30万已经花光了，我真的还不起。你非要这样，对谁有好处？苏婉宁，说到底，你做这么多，还不是因为那15000块在记仇？你也别得理不饶人了，非要闹得大家都没脸吗？这个和我同床共枕3年的男人，到现在都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。他觉得只要把钱还了，一切就能翻篇。你妈毕竟是个外人，这笔钱该出。我妈说的对，你确实该活动活动了。15000块只是个引子，是我在这个家里当牛做马3年，出钱出力，最后连一个最基本的尊重都得不到，这些才是真正让我死心的原因。可他不明白，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，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。我妈照顾我是理所当然的，我出钱装修理所当然的，我还房贷是理所当然的，我带孩子是理所当然的，我受委屈也是理所当然的。而当我开始反抗，说我记仇，这一切在他们眼里都是理所当然。3天后，我正式提交起诉材料，相关部门已依法受理。别闹！律师，我们进去吧。这里是讲证据的地方，不是他撒泼打滚的舞台。他那套1哭2闹3上吊的把戏，在这里行不通。请原告方陈述诉讼请求。第一，请求判令原告与被告解除婚姻关系。第二，请求判令婚争子由原告沈婉宁抚养，被告支付抚养费。第三，
请求判令被告返还沈婉行婚前个人财产30万元赔价款。第四，请求判令被告补偿婚后共同偿还房贷及增值部分，共计12万8万元。第五，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。法官，他胡说，这都是他的一面之词，他要逼死我们啊！肃静，旁听人员不得喧哗发言，再违反法庭纪律，将依法责令你退出法庭。被告，针对原告的诉讼请求，你是否有异议？陈述你的答辩意见。我不同意离婚。我和婉妮结婚3年，还有孩子，感情没有破裂，只是一时的矛盾。苏婉妮就是因为我妈要了1万5的住宿费，一时赌气才要离婚的。我愿意把那1万5还给她，我们好好过日子。婉宁，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吧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以后一定会改的。法官，我方有证据证明原被告双方感情确已破裂，被告在原告产后坐月子期间与其母亲共同对原告实施人格侮辱，且我方有相关佐证。同时，被告方需明确我方诉求不变，请求法庭依法裁决。第一组证据，原告婚前流水赔价款30万转账记录，以及被号将该款项转入其母账户的明细，这笔钱被用于旅游、美容等非家庭共同开支。第二组证据，房屋装修合同及支付记录，总额23万8千元，付款人均为原告，且在登记前证明装修属于原告婚前个人财产。第三组证据，婚后2年，原告每月还房贷5000元的记录，共24笔，以及家里物业、水电甚至备放车载话费的支出明细。被告声称掏空家底，事实却是原告独自承担全部开支，而被告及其母亲在原告术后最虚弱时外出旅游，事后更向原告母亲索要1万5千元住宿费。你妈是外人，住我家就得给钱，1万5，少一个子儿都不行。被告不仅不反思，反而发布不实信息引导网暴，严重侵犯原告名誉权，彻底摧毁夫妻情分。被告，针对原告提交的证据，你是否有异议？是否有相反证据提交？没有，证据都是真的。我不想离婚，孩子不能没有爸爸。婉宁，我知道错了，再给彼此一次机会行不行？请原告本人进行最后陈述。法官，我坚持全部诉讼请求。结婚3年，我不要彩礼，不要3金，拿积蓄装修还房贷，可换来的是产后最脆弱时被弃之不顾，是我年迈的母亲累瘦10斤却被索要住宿费，被当成外人赶出门。这段婚姻没有尊重，只有算计。我坚决离婚，不仅是为了我，更是为了孩子。我不能让孩子在这样一个颠倒黑白的家庭长大，我有能力给孩子健康的环境。闺女，你说的对。休庭20分钟，合议庭进行会议。婉宁，我真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帮着我妈欺负你，不该网暴你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不离婚了，我把30万还你，房子加你名字，以后什么都听你的。你别不理我呀！婉宁，妈鬼迷心窍了，妈不该那么对你妈。看在孩子小的份上，别离婚了，好不好？逼我妈交钱时，你们没想过道歉；网暴我想毁了我时，你们更没想过后悔。现在走投无路了，才想起错了。晚了，从你们逼着我妈交那1万5住宿费，从周明远说我妈是外人的那一刻起，我们之间就完了。本院认为，被告未能尽到丈夫与父亲责任，与母亲共同实施家庭苛待，导致夫妻感情彻底破裂。现判决如下：准予原告苏婉宁与被告周明远离婚，婚生子由原告苏婉宁抚养，被告每月支付抚养费3000元。被告周明远于判决生效之日起30日内返还原告婚前财产30万元，支付房屋还贷补偿款6万4千元。案件受理费由被告承担。闭庭。婉宁，没事了，都没事了。我终于替我妈，也替我自己讨回了公道。
30日履行期限届满，周明远1分钱都没还，我毫不犹豫地申请了强制执行。法院查封了那套被他当成命根子的婚房，拍卖所得扣除贷款，刚好够还我的钱。房子没了，周明远彻底成了无家可归的人。他和他那个瞧不起农村的妈，最终灰溜溜地搬回了老屋。终于结束了。宝宝，看奶奶，咱们以后只跟爱我们的人在一起。老家的房子是我爸在世时盖的2层小楼，刚回来的时候院子里荒了小半，我妈总说凑合住就行，别折腾，我却一点点收拾了出来。现在她也不说了，偶尔还会帮我浇浇水。婉宁，歇会儿吧，这些活儿妈来就行。妈，不累，等这花开了，咱这院子才好看呢。等花开了，我要把它送给妈妈。沈小姐，这是老板额外送您的，说是听您给妈妈种花，特意拿了2盆好种的薄荷。再也没有谁会对着他做的饭菜挑3拣4，再也没有谁会嫌弃他从乡下带来的东西脏，再也没有谁会算着他住了多少天，要收多少住宿费。这个院子里的每一缕风，每一片叶子，每一顿饭，都是自在的。先喝口水，妈刚从菜园里摘的小番茄，没农药，吃着放心。谢谢妈。大学我学的是室内设计，当年那套婚房全是我一个人盯下来的。结婚3年，我为了迁就周明远和婆婆，放下了画壁，活成了周家媳妇，唯独忘了我是沈婉宁。如今，时间终于完完全全属于我自己了。姐姐，我想把婚房装成我喜欢的样子，不想委屈自己。婉宁，随便弄弄得了，省点钱。这地板太贵了，换便宜的。放心，一定给你装成你最想要的样子，属于你的房子，一分一毫都不能委屈自己。婉宁，妈好久没见你，你这么笑过了。啊，有吗？有，这一整天你嘴角就没下来过。是啊，在周家的那3年，我每天都在小心翼翼地看婆婆的脸色，猜周明远的心思，连笑都带着顾虑。妈，今天晚上咱吃顿好的，我还要吃你种的小番茄。好，妈这就去给你摘。在这里，我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，不用怕谁会突然跳出来跟我算一笔不清不楚的账。我可以想工作就工作，想休息就休息，想跟我妈撒娇就撒娇。还是回老家好啊，看你这精气神，年轻了10岁。哪有？那是天天看着婉宁和孙子，心里畅快。妈妈的状态一天比一天好，她再也不是那个在城里破家，连哭都要躲在卫生间的老太太了。她的脸上重新有了光。
宝宝，你会叫妈妈了，妈，你听见了吗？听见了，听见了，我大外孙真聪明。想起她刚出生的时候，婆婆转身去旅游，周明远不管不顾，只有我妈熬通宵。那时候我怕给不了她完整的家，现在才明白，爱、尊重和安稳才是最好的养育。哎呦，谢谢乖外孙。日子就这么过着，没有争吵，没有算计，只有日复一日的烟火气。你怎么来了？婉宁，我来看看孩子。孩子很好，不用你看。法院判了你有探视权，但时间方式要提前协商，不是你这样直接找上门。婉宁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们复婚好不好？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对你们，好好孝敬阿姨。周明远，你跟我妈要15000住宿费的时候想过今天吗？你发视频网暴我的时候想过孩子不能没有妈妈吗？周明远，当初婉宁掏心掏肺对你们，你们是怎么对她的？现在后悔晚了。我们娘仨现在过得好好的，你走吧，以后别来了。后来听说周明远去了南方打工，再也没回来。至于婆婆，守着老屋，大门紧闭，再没了当年颐指气使的样子。婉宁妈买肉呢，听我句劝，这女人家离了婚还带着个孩子，以后的日子可不好过。是啊，当初忍一忍不就过去了，非要闹到离婚，孩子多可怜。我闺女有本事，能赚钱，能把孩子带得好好的，比在婆家受气强100倍。日子是给自己过的，幸不幸福我们自己清楚。真甜，去给外婆也送一个。看着我妈那挺直的背背，我心里暖得一塌糊涂。我曾经以为幸福是大房子，是别人的羡慕，现在才明白，真正的幸福是妈妈的底气，孩子的依赖，不用看脸色的自在。洗洗手，准备吃饭。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。吃饭饭。那些委屈眼泪都成过去，往后3餐4季平安喜乐，我们娘仨一直好好走下去。沈姐，市里组委会发来的，您的乡村民宿改造项目入围年度最佳设计金奖了。意料之中，这个项目我们熬了3个多月，该有结果的。沈设计师，亲子农庄方案定了，后续的全案设计全交给你。从老家小院支起一张桌子开始，我用了1年，把沈婉宁活成了招牌，而不是谁的儿媳。婉宁妈，你这手艺绝了！昨天游客一口气买了8个，编点东西换零花钱，给我大外孙买玩具。这不是那恶婆婆吗？还有脸回来？亲家母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错了，真的错了。我得重病要做手术，明远去南方打工1分钱没机会，我走投无路了，求婉帮帮我，我想看一眼孩子。当初我闺女剖腹产动不了，你拖着行李箱去旅游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今天？你问我要15000住宿费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求我的一天？钱不会给，孩子你没资格看，苦果是你自己选的，自己咽。我现在明白，挺直腰杆才能护住想护的人。妈，你处理得很好。我看他那样子确实可怜，可一想到他做的恶，我同情不起来。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，他的苦是自作自受，与我们无关。
我不是圣母，我能做的就是带着爱的人往前走。那些烂人烂事早就被留在身后了。获得本届室内设计大赛年度最佳设计金奖的设计师是苏婉宁，有请苏设计师上台领奖。谢谢组委会，谢谢我的团队，也谢谢我的妈妈和我的儿子。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，我放下了我的画笔，我的设计。我以为婚姻是我的归宿，后来我才明白，女人的归宿从来都不是婚姻，而是自己。这套获奖的作品是我在老家的山村里完成的，它让我明白，好的设计是给人归属感，是让人觉得安心、自在、被尊重。而这也是我想送给所有女性的话：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世界里自在如风，安稳如山。苏姐，真的谢谢你。要不是你当初帮我做设计，开了这家花店，我现在还困在那段糟糕的婚姻里，走不出来。是啊，我也是看了你的直播，听了你说的话，才敢拿起法律武器，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。你就像我们的光一样。不用谢我，能拉你们出来的从来都是你们自己的勇气。我只是把我走过的路、踩过的坑告诉了你们而已。以后工作室会长期开放公益咨询，只要你们需要，我都在。我淋过雨，所以总想给别人撑把伞。女性之间的守望相助，从来都不是一句空话。